清，千万别给日本人发现，明白吗？明白。 兄弟们，听好了。第1和第2分队负责在鬼子兵营安放炸药，并且阻击冲出来的鬼子；第3和第4分队负责摸掉鬼子哨兵，并且接应刘团长的部队；第5分队守住悬崖，以防不测。行动！ 团长，周团长的特战队能行吗？周团长答应过的事儿有办不成的时候吗？弟兄们，冲！冲！冲啊！ 咱们到这怎么过去？别出声。咱们越做这个烽火沟，前面就有人接应咱们。老乡们，咱们这次运粮食，是为了支援山里的八路军。无论粮食多少，都是咱们的一番心意，也是为了更好的打鬼子。所以说，今天晚上咱们一定要完成任务。你们都明白了吗？明白。 看见了吧，这就是我们最大的后盾。有了这些乡亲们的支持，咱们就算是流血牺牲，也值了。真是民心所向啊！难怪贵军总打胜仗。其他地方怎么样？每个通道都有主力部队掩护，挡在通道上的据点，这些天也被我们给拔了。安全上可以说是万无一失。好，温排长，你这次立了功啊！周长官，您这就是瞧不起我了啊！我袁大刚虽然没什么本事，但这次能帮贵军运送粮食提供方便，我心里边已经很高兴了。我之所以这么做，就是为了洗刷我汉奸的罪名。真希望小日本能够早日赶出中国，我也好脱了汉奸这张皮，然后重新的堂堂正正做一个中国人。会的，一定会。大砲ライオの食料は各村の者に強奪されました。我が食料到達軍の任務も遂行できませんでした。今朝3時、高東山の第1第2封鎖線で4カ所が破壊されたことが発見。
各地に残された者は大人数の通過と地面からは多くの米を発見。具体的内容は調査中。こうする理由は私たちの目を引き山に食料を運び、それは本当の目的だ。周英国はとてもやり手だ。中国のことわざで聚生鱼合生量。走来走去啊，还是我们虎头山好啊。说的是啊，哪儿都比不上咱们虎头山。哎，张政委，这次去鲁中边区学习，你辛苦了。这一趟可没少遭罪吧？干革命的死都不怕，还怕遭罪吗？张政委的思想觉悟就是高，随便说上一句话就可以跟革命扯上关系。我们这个陈县长啊，口才就是好，不愧是我们虎头山的第一才女。周团长，这开个会还要2个人来请。哟，周团长不在啊？哎呦，早知道我路过杨村的时候，就跟他一块儿过来了。好，人到齐了，我们开会。张政委啊，这个周团长和徐副团长还没到，我们是不是等他们来了再开会啊？今天我们开的是党委会，周团长和徐副团长不是党员，不需要参加。哎，我记得有几次党委会，周团长和徐副团长也参加了呀。这次的会议非常特殊，是传达党中央最新指示精神，需要严格保密，党外同志一律不能参加。政委，周团长是咱们虎头山地区的军事主管，对于中央的文件，他是一定要知道的，否则如何理解上级的指示，如何具体的开展工作呢？朝杰同志，我知道你是周团长提拔起来的干部，但是你要记住，首先你是一名共产党员，其次你才是独立团的副参谋长。张政委，什么文件这么保密，连周团长都不能知道？陆振明同志，你要明白，遵守党的秘密是一个共产党员必须遵守的铁的纪律。好，现在我宣布，会议正式开始。同志们，4月3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继续开展整风运动的决定。决定认为，自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成立与我党大量发展党员以来，日寇国民党大规模地实施了其特务政策。我党各地区党政军民学机关中，已被他们打入大批内奸分子，其方法非常巧妙，数量也非常惊人。故此决定，在整顿党的作风的同时，进行一次普遍审查干部的运动。我重申一点啊，以下我所有的说话不允许记录，更不允许外传。我们虎头山根据地下一阶段的主要任务是审干，所有的干部都要接受党的审查，尤其是38年以后由国统区进入根据地参加革命的同志。周团长，哎呀，实在不好意思啊，上级交代我这次来根据地的第一件事啊，就是传达党中央的最新指示。哎呀，时间紧迫，没有先回团部，让你久等了。没事，工作重要嘛。虽然我们这次召开的是党委会，但我想，作为团长，你应该知道这次会议的内容。上级指示，要在我们虎头山根据地进行一次普遍性的审干工作。审干？
干？对。根据可靠情报，我们虎头山根据地已经混入大量内奸。为了彻底查出这些内奸，有必要对每一个干部进行审查。大量内奸？咱们虎头山地区哪来这么多内奸？张政委，这个情报准确吗？周团长，你是党外同志，有些话呢，我不方便跟你说的太清楚，但是我可以负责任的告诉你，情报来源绝对可靠。好，既然是上级的指示，我们照办就是了。好，周团长以大局为重，令人钦佩。那就从明天开始，我们虎头山根据地的审干工作将正式开始，重点是学校、机关和部队。团部警卫排党员多，又都接触的是领导干部，所以首先必须保证他们的纯洁性。所以我决定，从明天开始，团部警卫排全体集合赴赵庄学习整风文件，并接受组织审查。那保卫工作怎么办？这个你放心，我这次来的时候啊，鲁中边区派了一个排的战士护送我。这个排的战士在鲁中边区是经受过组织严格审查的，政治上也是清白的，对党的忠诚那就不用说了。所以等警卫排调走以后，团部的保卫工作就由这个排的战士来负责。你看怎么样？我没意见。哦，还有，关于内奸问题，上级给我们新配了一个机要员和密码本，所以从明天开始，团部的电台就交由新来的机要员接管。现在团部的机要员暂时停职，接受审查。张政委，我还是不太相信我们虎头山地区会有这么多内奸。哎呀，周团长，你迟早会相信的。但是我希望从现在开始，你能配合我的工作。配合，我一定配合。我们的工作就是配合上级的指示，但是我们的意见要如实向上级反映。这个你放心。等审案工作开始后，我会把虎头山根据地的实际情况逐一向上级反映。好，那您先忙着。现在我宣布，会议正式开始。我们今天会议的主题，总结这几天审干工作的成效，就几个人的问题进行讨论。首先，我们讨论一下原团部机要员张祥富的问题。政委，请问张祥富有什么问题？据群众举报，他是混入我们革命队伍的内奸。你这么说有证据吗？证据？难道李勇同志的牺牲不是证据吗？要不是他通风报信，鬼子怎么可能知道我们团部的具体位置？又怎么可能知道那天晚上我们团部的保卫力量薄弱？还有就是，那天晚上的偷袭，除了张祥富，所有的同志都牺牲了，难道这还不足以证明问题吗？可是这些仅仅是猜测而已，咱们需要真凭实据啊！真凭实据？他张祥富也没有真凭实据能证明他是清白的。张政委，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我们就随便给别人扣上一顶内奸的帽子，你不觉得这样做是不是有点太草率了呢？你要知道，我们既没有办法证明张祥富是内奸，也没有充分的证据证明他不是内奸，但机要工作接触的是核心机密，凡是有疑点的人，都不适合从事这项工作。
李勇、政委的牺牲，就是血的教训。所以我觉得，稳妥的做法，就是暂时把张祥福调离机要工作，继续对他进行审查。等事情查清楚了，再提出对他处理的意见。大家觉得怎么样？当然，通过这几天审干的结果表明，我们绝大多数党员干部还是可靠的。我们虎头山根据地接下来的审干主要对象就是38年以后入伍的非党员干部。整个虎头山地区，38年以后参加革命的非党员干部就只有周团长和徐副团长2人。这也就是说，咱们下一阶段审干的主要核心目标就是他们2个人。张政委，我有几句话想说。我们虎头山革命根据地各项工作开展的还算是有声有色，就算在整个山东地区，我们的抗日形势也比别的根据地要好很多。那我就不明白了，我们为什么要开展这么一场大规模的拯救活动呢？难道说我们虎头山抗日根据地真的有那么多的失足的同志需要我们去抢救吗？张楚同志，首先，这次抢救运动是上级的指示。其次，虎头山根据地也并不像你说的那样完美，你看到的只是表面现象，虎头山是存在问题的。好，那我想请张政委告诉大家，虎头山根据地究竟存在什么问题？是啊。虎头山的问题是路线问题，这不是小问题，这是根本问题。别的我就不多说，我只说一点：一个国民党的旧军人，竟然能长期担任虎头山根据地的军事要官一职，难道这不是重大问题吗？张政委，您这话说的可就不对了。我是个粗人，但我知道，我就知道，周团长他会打鬼子，鬼子都怕他。如果虎头山的独立团团长你不让他当，那你还能给谁？老鲁，坐下说。这位同志，周团长的团长职务不是他自封的，是组织经过考察之后的任命，这是经过合理程序的组织任命，怎么又扯到路线问题上？张政委，要不然这样吧，你再把我们虎头山的具体情况跟上级再反映一下，看看这个抢救运动是不是真的那么有必要。抢救运动是上级决定的，你有权保留你的意见，但是必须坚决执行。好了，我现在宣布，对周卫国和齐虎同志立即执行隔离审查。好，那我保留我的意见。另外，必要的时候，我会向上级直接反映我的个人意见。我也保留我的意见。那好吧，会就开到这儿，散会。我也保留我的意见。我也保留意见。张楚同志，你留一下。你还有什么特殊的事情要跟我交代吗？你别多心哈。我是想和你聊聊家常。你看，一笔写不出2个张字儿，500年前咱俩可是一家子啊。你也知道，周卫国官僚主义太重，他怎么能容得下你呢？只要我们俩联合起来。张政委，我知道你对周卫国同志有意见，但现在我要说的是，周卫国，他是一个纯纯粹粹的军人。是，他是有些问题，但这都是一些无关紧要的问题。在咱们虎头山，再也找不出第2个像他这样带兵打仗这么出色的指挥员。虎头山
可以没有你，也可以没有我张普，但唯独不能没有周伟国。你记住了我说的话。好，我不多说了。政委您忙，我就不打扰你了。 等一下，到哪儿了？问你呢，打哪儿来呀？北边。北边？这北边大了去了。说，到底从哪儿来的？ 小的不知，请太君恕罪。我可以走了吗？太君，请。指揮官、小林恵子さんが訪ねてまいりました。本当か？はい。連れてきて。恵子。恵子。お久しぶり。 元気か？六州。よさよさしいだな。大きくなったな。先輩と会った嬉しい。はい、こちらどうぞ。今すぐ俺が持つわ。大丈夫。はい、どうぞ。中国のお茶飲んでみようか。はい。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お兄さんはどうだ？何かあったのか？千葉先生、どんなくなったわかりますか？病気ではない？まさか。他に何が原因ある？ 医学院で卒業してから私先生と会えるためにずっと京都に乗った。親方引退してから俺に一回も会ったことない。先輩はそんなに気にしなくていいよ。先生と私会う時に先輩のことを聞いてました。親方のご縁は一生忘れない。昭和16年9月16日。 千葉先生の住むところいた時、場所の周り軍隊はいっぱいいた。その時、先生も亡くなったことを後悔した。私全体信じない。ただ、2週間前に先生の健康検査をしたから。軍が先生の亡きを過疎するよう提案したので、私すぐ兄さん連絡した。兄ちゃんは過疎町の人に金をやり、先生の遺体を解剖した。 一部分の内臓を取った。内臓の検査した。先生の死因はシアカプツによる中毒でした。信じられない。兄ちゃんと私軍隊から押さされた。あの人たちは過疎町の人、継承し、検査し、全部身にしなかった。でも私たちはずっと犯人を探して、結局兄ちゃんは会った2人。あの2人は ストレスしたで食べ物の中に毒を入れた。まさか信じられない。先生は満州試験から日本の侵略戦争を反対してるんです。昭和16年9月18日、満州試験10周年の時、北進一刀流流衆の身分でスペデの北進一刀流の弟子が出し、軍隊にはいらない軍国主義と政治が正の利用できる国にはならないようにをよくかけた。信じられない。信じられない。先輩だけは真実ことを教えたかった。もう2年くらい隠している。死ぬ前に先輩と話せればもう満足できた。お兄さんは？
暗殺された。ここ安全だからここにいろ。看书呢？有事吗，张政委？周团长，我查出一个重大隐患。什么事儿啊？有人举报，徐虎是打入我们八路军内部的特务。开什么玩笑？这可不是开玩笑。他以前不是在国军干过吗？张政委，麻烦您把话说清楚了。我曾经也在国军干过，我会不会也是打入八路的特务啊？你别误会，我倒不是这个意思。那你什么意思呀？我跟徐虎自从加入了八路之后，徐虎立了多少功，大家有目共睹的。你怎么知道他所谓的立功，不是更深的蒙蔽革命群众，更深的打入我们革命队伍？你有什么证据啊？证据我迟早会找到的。没有证据，你拿什么定罪？对了，我听说刘三儿和钟祥也被隔离审查了，为什么？刘三儿是什么人？你不是不知道？一个小偷，为什么参加八路军？他参军的动机纯不纯？还有钟祥，他是在家乡杀了人以后逃出来才参加八路军的。钟祥杀的是鬼子，你怎么知道他杀的是鬼子？那为什么我们的地下党调查的时候，没有人知道他杀的是鬼子呢？张仁杰，你用我们千辛万苦建立起来的情报网来调查我们自己人，为什么不能调查自己人？堡垒总是从内部攻破，保持我们队伍的纯洁性和彻底革命性，才是当前的第一要务。张仁杰，我现在问你，这么做你负得起责任吗？责任我会负的，但是你，周卫国，你也要交代清楚自己的问题。老子有他妈什么问题要交代？周卫国，你要干什么？干什么？周卫国，你以为这还是你搞一言堂的时候吗？我告诉你，现在整个团部周围都是纯洁的革命战士。你以为你这样会吓倒他们吗？你还是自己想清楚，争取早日把自己的问题交代清楚吧。宮本殿か。閣下の同門剣士が来たそうです。はい。閣下、稽古は言ってはいけないことを言ってしまいました。しかしご安心を。他の者には分からせません。閣下は私が最も尊敬している人物です。今回だけは私もお助けできます。ご理解いただければ幸いです。今後お気をつけてください。真相を知ってても何も変えられない。別に通りの弟子として稽古を守るべきだ。私にお任せくださいませ。ありがとう。はい。卫国，你怎么来了？我来找张仁杰，向他反映情况，让他早点停止审干。你怎么样？这些天？挺好的。这2天，张仁杰每天一大早就准时来审查我。我还纳闷呢，这人怎么今天还不来啊？我到了莱阳才知道，他带着队伍出山打鬼子去了。打哪儿的鬼子？前几天莱阳城传来消息，说莱阳城复兴镇的鬼子今天要下乡扫荡，张政委就带着队伍出山了。他准备打下复兴镇，因为他听说复兴镇里有鬼子的大仓库，他
他认为打下他就可以给鬼子致命的打击。自从竹下来到莱阳之后，莱阳的鬼子就没犯过这么低级的错误。这种消息怎么可能几天前就发出来呢？他们什么时候出发的？天不亮就出发了。团长、副团长，放开我！你不能进去！团长，张仁杰，那个混蛋张仁杰今天非要去打复兴镇，我是拦都拦不住，结果中了鬼子的埋伏，1000多鬼子伪军呐！同志们全力突围，特战队拼死断后，这才撤出来了。可这3营的弟兄们就损失了90多人，咱们特战队也牺牲了6个兄弟。是吗？团长，咱们独立团这到底是怎么了？这是。团长，你要去哪里？我要去见张仁杰。团长，请不要为难我们。您的要求我们会向上级转达，但您不能离开这间屋子。魏国，冷静一下，你留在这儿，我和赵杰去找他。走。戦争がなかったら、先生も兄ちゃんも私たちに離れない、故郷にも離れない。恵子、俺たちは採用できないことだ。親方の信任を教えてくれてありがとう。恵子、軍人としての俺を許してくれ。先生は北進イトルの弟子か、戦争に巻き込まれてほしくない。俺は自分の身ではない。あなたに京都に帰らせることは恵子、信じてくれ。この戦争はいつ終わるですか？戦争終わるまでもう遠くない。本当ですか？はい。今どうすればいいですか？安心してここにいろ。先輩は？戦争早く終わらせるため、私は全力尽くし、信じてくれ。周卫国，你找我什么事儿？是不是想好了向组织交代自己的问题啊？张仁杰，你他妈还我的兵！周卫国，你干什么？团长，您冷静点，滚蛋！周卫国，我告诉你，你可别吓唬我。独立团是党的武装，这独立团的兵也不是你一个人的，你这是山头主义，是要不得的。张仁杰，你他妈打败仗丢人我不管，你把我的兵还给我！你为什么拿我的兵去开玩笑？周卫国，你胡说什么？啊，胜败乃兵家常事，我们只不过是一次战斗失利，只要我们总结经验，下次一定会打胜仗的。下一次，你他妈还想有下一次？老子现在就打死你！团长，他妈的，团长，他妈的，张仁杰，张仁杰，把他给我抓起来！是，你太嚣张了，你周卫国啊！我告诉你，你自己的问题你还没交代清楚。张仁杰，100多号人呐，他妈100多口的人呐！说死就死，你说让他们死，他们就得死，你是谁呀，张仁杰？你到这儿不就要兵权吗？不就想捞资本吗？老子打的仗算你的还不行吗？周卫国，你们俩把他给我看好了！你太嚣张了，你！他妈混蛋的张仁杰，你他妈混蛋呐！他妈作孽呀，张仁杰！你他妈这样是不能好死的！他妈还我的兵啊！你还我的兵！他妈混蛋的！排长，我救你来了，跟我走。
大力，我不能跟你走。排长，你待在这儿，迟早会被张仁杰这王八蛋给整死。他这么欺负人，咱还不干了？把咱们队友带走，到哪不是打鬼子啊？啊！大力啊，不能走。我一走，我那些兵不就白死了吗？我这罪名不就坐实了吗？哎呦，我的亲娘哎，排长，这张仁杰他哪是这么好说话的呀？排长，你还记得咱们团部那个机要员张强富吗？他把张强富给关了起来。怎么会这样？就是被张仁杰这王八蛋给害的。他硬是说张强富是内奸，说他把咱们杨村的虚实告诉给鬼子，鬼子才会偷袭，李政委才会死。他把张强富给关了起来，连续几天不让他吃饭，不让他睡觉，逼他说出自己的罪行。还有，他前天回来，他居然把打败仗的责任推到3营营长身上，把他给撤了，找了一个天天拍他马屁的王八蛋。他还把2营营长给隔离审查，长期这么下去，迟早会落在咱们1营身上，此地不可留啊！来不及了，你快跟我走吧。你来的时候，门口那俩兵看见你了吗？没有，我只是把他们打晕了。咱们团部的地方那是自己家，我怎么能让其他人看见呢？好，你现在就回去，就当这件事情没有发生过。排长，这回去，我周卫国不会做缩头乌龟的。排长，排长，回去。好，我听你的，保重。情報によると、86の内部は今審査運動が行われている。この件について2人はどう？なるほど。簡単に風信税を占領した周英国に審査をしたということです。今不動山は混乱しているはず。それはチャンスだ。混乱している時、86に攻撃し破滅させよう。はい、今すぐ作戦立ちます。宮本、はい、状況調べろ。はい。报告。进来。什么事儿？政委，县大队在山外抓了一个可疑的人，他说是江苏地下党的，县大队拿不准，就送到咱们这儿来了。快，赶快把这个人带上来。是。你先站着。是。这位先生想抽烟吗？想，可我身上没带火。我身上有火。带的什么火？燎原烽火。您是张仁杰同志吧？我是孙守正，江苏省委的。您要的情报我带来了。孙同志，真是让你受委屈了。来，孙同志，请坐。实在让你受委屈了。这里面有您要的情报。
孙同志，你知道吗？你立了大功了。我代表虎头山根据地，感谢江苏省委，感谢你啊！这都是组织上交代下来的任务，说不上立功。孙同志，你一路上辛苦了，我现在马上安排你休息。警卫员到，这是江苏来的孙同志，安排炊事班炒几个好菜，再安排孙同志休息。张同志，您太客气了。孙同志，远来的就是客嘛，你也不必客气。放心，到了虎头山就跟到了家一样。请吧。好，孙同志，请过来。周卫国，我看你这回还怎么说？周团长，想好了吗？我想什么呀？我周卫国清清白白，没什么好想的。既然周团长不愿意自己说，那就由我代劳，怎么样？随便。好。你父亲是不是叫周继先？是。你怎么知道？我怎么知道？你父亲周继先做了日本人的苏州维持会会长，也就是说，你的父亲投敌做了汉奸。张仁杰，你要是把你刚才的话再说一遍，你信不信我掐死你？哼，周卫国。我早知道你会狡辩。这是江苏省委提供的报纸，你自己好好看看。自古忠孝难两全，个人得失荣辱比这国家利益那是微不足道。怎么都不说话了？你们不是说要召开党委会吗？好，就算之前发生的事情都不存在，那么我问你们，你们真的了解周卫国这个人吗？我知道你们怎么想的。我现在要告诉你们的是，我跟周卫国之间根本没有个人恩怨。如果说我对他有意见，那也是为了革命工作。好，我现在就告诉你们实情：周卫国的父亲周继先是江苏省苏州维持会会长，大汉奸。这是江苏省委提供的证据，你们自己看吧。进来。不好了，政委，什么事儿？慌慌张张的。团长，
团长他吐血了。什么？你再说一遍。团长吐血了。卫生员去了吗？我刚来的时候，已经有人去找卫生员了。政委，我建议会议暂停，我要看看周团长去。散会。什么病？严重吗？等一下。我上午和周团长谈话的时候，他还好好的呀，怎么就吐血了？是不是真的呀？张仁杰，你是不是非得把团长给逼死你才痛快你？你这叫什么话？我说的是真话不是啊？周团长都吐血了，你还敢在这说风凉话？哎，怎么能都怪我呢？张仁杰，你给老子听着！今天如果我们团长有什么三长两短的话，我第一个就宰了你！杨大力，你混蛋你！你还想给团长添乱是不是？放开！杨大力，你给我放开！别吵了，小点声。放开！周团长只是因为一时激动晕过去了，没什么大碍。他现在最需要是休息和补充营养。大力，你马上带领3连封锁整个杨村，不要让任何人接近这个屋子，避免团长生病的消息传出去。明白。啊，张楚，你要干什么？你想让小鬼子知道团长生病的消息，带兵来扫荡是吗？蠢！魏国，吃点东西吧。我不饿。来，你别忙了，我真不饿。陈怡，你以后没事别往这儿跑，让张仁杰再抓着什么把柄，把你关起来就不好了。好啊，我还巴不得呢，把我抓起来才好呢。陈怡，你是不是也认为我父亲是汉奸？你不说我也知道。10个人看见那张报纸，都会相信他是汉奸的。魏国，他是他，你是你，我相信你。你知道吗？我一生出来，我母亲就走了。我父亲从小就教我读好书，但最重要的是要做好人。我真的不相信，真的，我真的不相信他是一个汉奸。魏国，我希望你不要受你父亲这件事情的影响太深，你要振作起来。陈怡，你知道吗？这件事对我来说，就意味着心中的一个丰碑倒塌。你这样下去，我心中的丰碑也倒塌了。魏国，你答应我，你别这样消沉下去了，振作起来。魏国，我今天来，还有件事情想跟你说。说。我今天来，就是想要告诉你，你的下半辈子我照顾你，我们不离不弃。不管你答应不答应，这件事情就这么定了。陈怡啊，你说呀。我现在真的没心思去谈儿女情长的事情，以后再说吧。
说到这份上了，你还说再说。好。陈毅，以前我父亲跟我说，有他在，我就还有家，因为他是我这个世界上最亲最亲的人。陈毅，在我心里，你也是我的亲人。我一直认为，有你在的地方，就是我周卫国的家。等打完鬼子，咱俩就成一个自己的家。真的？那好。等一下，我把话说前头。如果我周卫国死在战场上，咱俩就约着下辈子好好过。那你也给我听好了，如果真有那么一天，你那边等着我。反了，简直是反了！他们眼里还有我这个政委吗？啊！你们俩立即把周卫国和徐虎秘密关押到后山小屋，没有我的命令，谁也不许见。是，去吧。旅団長、我々は集結を終わりました。旅団長の命令を待っております。今回不動産に行くと必ず86の独立団およびに成功定力に全滅してくれ。はい、お任せください。今回の指揮官は竹下千代でみんな彼に従いなさい。はい、どうぞご安心ください。竹下、準備はどうですか？準備できました。シタントル殿、信じてくれて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よし、みんな出発！はい。报告，鬼子2个大队已通过奇峰口，正向杨村扑来。松井、お前の部隊は5分後に攻撃開始。はい。必ず正面から攻撃しろ。はい。指揮官お任せください。宮本。はい。準備どうだ？はい、閣下。これからどう動きますか？私と一緒に彼らの後ろに回して攻撃するぞ。はい。张政委，我再问你，你到底周卫国同志关哪儿了？张楚同志，我再回答你一次，这是组织秘密，请你注意你的党性。鬼子已经进山了，你现在秘密关押虎头山最高的指挥官，你的党性在哪儿？你就这么忍心眼睁睁看咱们的部队，咱们的虎头山受损失吗？你这是什么话？什么叫我眼睁睁看着我们的部队们受损失？周卫国不在，战败在所难免。张楚同志，你是一名共产党员，不应该把国民党军官甚至有通敌嫌疑的人如此神化。通敌？证据呢？什么叫国民党旧军官？他是咱们虎头山独立团的团长。张楚同志，请你注意你的组织性，请你不要回避我的问题。报告，县大队奉命赶到。好，同志们辛苦了，坐吧。哎，周卫国呢？你问他吧。怎么了？
周卫国同志正在接受组织审查，不便任何人见。大敌当前，你秘密关押虎头山最高指挥官张政委，我问你，你到底是放还是不放？放不放？张楚，张楚，你干什么？你以为我会怕你的枪吗？你以为我会怕死吗？我告诉你，我没有把周卫国怎么样，但是要我放人不可能。我张仁杰到死都相信我是一名中国共产党员。张楚，冷静些。周伟，你先别生气。我认为在这个特殊的时期，你是否考虑应该恢复周卫国同志的工作？陈毅同志，越是非常时刻，我们要高度警惕，保持队伍的纯洁。报告，敌人距阳城还有10华里。鲁振明同志，到！我命令你率领县大队1分队，掩护群众和机关撤离。是。陈毅同志，群众和机关就交给你了。好，我保证完成任务。参谋长，陈县长他们带着群众已经开始向后山转移了。好。团长，这仗这么大，你快拿出一把。大力，我现在回团部，想办法让团长出来指挥战斗。你给我在这儿顶住了，给老百姓转移，争取时间。大家快点儿！同志们，快点走啊！同志们，快！閣下、どうしますか？我々の目標は一般の秘密ではない。先撤，这里有我顶着。同志们，快撤！你先撤！这是命令，快撤！你快走！振明！卫国，永别了！おい！調べろ。
周卫国是你什么人？不知道。連れて行け。告诉伊林，一定要死守。是，去吧。张仁杰，你告诉我，你到底把周卫国关哪儿了？张楚，你干什么？现在不是讨论周卫国问题的时候。张政委，算我求你了，你把周卫国放出来指挥战斗吧，前面已经顶不住了。我就不信了，没有他周卫国，我们就不打鬼子了。那好，你来指挥战斗，你告诉我，这仗该怎么打？怎么打？坚守杨村，消灭来犯之敌。这就是你的战术是吗？好啊，张仁杰，我现在终于明白那句古话了。什么古话？书生误国。张楚，赵杰，你现在马上率领特战队突围出去，去联系朱子明还有刘指挥部，让他们攻打莱阳县城。站住！你这个方案我不同意。你不同意？等你同意了，咱们虎头山的人都死干净了。快去！赵杰。张政委，别害怕。周卫国出来之前，我会好好保护你的。不然的话，等他出来了，这笔账我地方算。